在我们今天的隧道工程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城管隧道的前世今生。根据国际隧道协会 ITA 城管隧道和悬浮工作组1993年的报告，城管隧道定义为由若干预制的管节分别浮运到现场，一个接一个地存放安装，在水下将其相互连接，并正确定位在已经开挖的水下沟槽内，其后赋予相关的工程施工，使这些管节组合体成为连接水体两端陆上交通的隧道交通运输载体。虽然和邓沟法、矿山法相比，城管隧道少了很多，但有个国家的城管隧道特别多，那就是荷兰。为何是荷兰呢？因为那里的地势比较低，水源也丰富，因此荷兰人对离岸工程的技术掌握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建城管隧道是有地理优势的。荷兰人喜欢调侃他们的身高，常常听他们说，我个子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海平面低，个子矮了会被淹死。虽然荷兰的城管隧道最多，但世界上第一条城管隧道却是美国人建的。1894年，美国人在波士顿采用城管法修建了一条钢制输水管线，如图所示。1942年，第一座采用矩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城管隧道出现在荷兰鹿特丹马斯河水下公路隧道，它揭开了混凝土城管隧道建设的序幕。马斯水下公路隧道建成以后，日本人在这两种主要管节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管节形式，他们称之为三明治管节，其实也是钢筋和混凝土以及钢结构的组合体，并在川崎海底隧道、大阪港隧道等工程中得以引用。我对日本同行的长期观察发现，他们非常善于将欧美人的不同发明融合在一个方案中，形成了特有的日本技术，这应该也是一种后发优势。我以后将专题向大家介绍日本同行是怎样借鉴欧美的技术，形成自身技术的各种实例。中国的第一条城管隧道于1972年在金山石化总厂建成，是用作取水的。前面讲到，城管隧道的管节是多靠拖人拖到隧道现场的，但最近正在建造的深中通道却首次采用了自航式城管运输安装一体船来运输管节和存放管节。最近几年开发的水下智能城管器也开始在城管下层定位过程中得到了应用。除了城管运输存放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以外，管节的预制也有了引人注目的革新。我们知道，早期的管节预制是在干屋中进行的，但当隧道长度进一步增加，一般大于1公里的时候，干屋的尺寸有限，管节预制不仅周期长，而且效率也不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长距离城管隧道工程开始用管节预制工厂代替传统的干屋，更有利于采用机器人等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俄勒海峡城管隧道首次成功实施了管节工厂化生产工艺，其本质就是实现流水化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在流水线上的不同位置依次完成钢筋绑扎、钢模架立、混凝土浇筑、拆模养护、浅污一次吸装和深污二次吸装等工作。通过将生产对象，也就是管节钢筋熔或成型混凝土进行顶推平移至下一道工序位置以后，进行后续的作业。这种生产方法适用于阶段式管节的预制生产，模板只需要按一个阶段长度进行制造，着段生产顶推连接成管节，其模板在生产线的位置固定。传统的干屋生产需要移动模板，
而不移动管节，它可以大大节约模板数量，而且便于维护。生产线的大部分工作在室内环境进行，可以全天候作业，各道生产工序呢可以同时进行，基本不相互干扰，显著提高了管节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工厂化生产的管节组成和装备包括管节混凝土模板系统、混凝土搅拌及供应系统、混凝土温控及养护系统、管节顶推与导向系统、管节支撑系统等等。港珠澳大桥城管隧道工程是世界范围内第2个成功实现管节工厂化的建设项目，在上述关键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流水化钢筋生产加工线，采用了摩擦焊接和数控钢筋加工技术，大大提高了钢筋镂金度和施工自动化水平，还采用了大型自动化液压混凝土模板，大大提高了混凝土制作精度和功效。多项智能化装备在深中通道的城管管节生产中得到了应用，比如智能化浇筑，通过监测采集隔舱内混凝土页面上升数据，智能化控制绷机，联合 BIM 加物联网加智能传感技术，开发了一个涵盖原材料库存管理、混凝土生产管理、混凝土指标检测、视频监控等工序的信息化智能管理系统，以操控各终端设备完成管节的智能化预知任务。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请大家下周末继续关注白云说税系列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